梦中的脸孔夜里，台北的天空下住细雨，林婉清窝在宿舍的小床上，手机荧幕的蓝光闪烁不断，室友已经沉沉睡去，她却迟迟合不上眼。直到一阵昏沉袭来，她陷入梦境。梦里，青石板铺就的小巷，挂着红灯笼，夜风轻拂，带来桂花的香气。一名身住青衫的男子立于巷尾，背影修长，转过头来时，那双眼睛竟让婉清心口一紧。熟悉，明明不曾见过，却好像一眼就能穿透千年时光。婉清，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温柔。婉清心头剧烈一震，还没来得及回应，梦境便如被刀割般断裂。他猛然睁开眼，胸口起伏剧烈，室内的空气前噪，电风扇吱呀作响，却无法平息他的心跳。怎么会？这张脸，婉清低声呢喃，脑海中那男子的眉目依旧清晰的可怕。第二天，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好友林姿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种状况说不定是前世的记忆在找你耶。林子一边喝真奶一边神秘兮兮地说，我之前听说有一间宫庙可以做关灵术，好像真的能看到前世今生。关灵术？婉清一愣，林子点点头，要不要试试？你不是一直觉得那张脸好熟悉吗？搞不好真的是你的前世恋人。婉清心中掀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悸动，理智告诉她这听起来很荒谬，可心底那股拉扯却让她无法拒绝。宫庙几天后，婉清随着灵姿来到新北的一间宫庙。宫庙并不大，却香火鼎盛，金黄色的香烟缭绕在殿内，庙门两侧贴着对联，前世今生缘未了，阴阳两界事难分。婉清心头一震，心想，难道这就是冥冥中的安排？来了。一名穿着灰色道袍的中年男子迎上前来，满脸胡渣，却眼神深邃，他正是这里的主持洪师傅。林子笑嘻嘻的介绍，这就是我说的婉清，他想体验关灵术。洪师傅上下打量婉清，语气淡淡，小姑娘，关灵术不同于算命，它不是随便玩的，前世的记忆若牵扯太深，会影响你的今生，你想清楚了吗？婉清紧张地握住衣角，却还是点了点头。洪师傅不再多言，带他走进偏殿。一室偏殿里烛火摇曳，青烟缭绕，地上画出繁复的八卦阵，中央摆放着一张太师椅。坐下，闭眼，放空心念。洪师傅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一股穿透力。婉清深吸一口气，慢慢闭上眼，咒语声悠悠响起，耳边的世界逐渐模糊。婉清只觉得身体轻飘飘的，像是被拉进一片漆黑的空间。忽然眼前一亮，前世的初见，他站在一座朱红色的花园里，亭台楼阁，绿柳依依。他低头看见自己穿着一袭水蓝色罗裙，指尖白皙纤细。这是我。婉清惊讶的说不出话。婉清，身后传来那熟悉的声音。他猛然转身，那梦中的男子就站在不远处，青衫如玉，眼神温柔似水，正是那夜梦中的脸孔。婉清心跳如擂鼓，脑海一片空白。男子快步走来，握住他的手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开你。婉清眼眶泛红，虽然脑中一片混乱，但泪水却控制不住的滑落。可是父母不允许我们在一起，他下意识地说出这句话，却连自己都惊讶，仿佛这并不是他此刻的思考，而是深藏在灵魂的记忆。男子紧紧握住他的手，低声却坚定，若今生不能，我们便约定来世，来世还要再当一对恋人，永不分开。婉清的心彻底颤抖了。夜色渐深，两人并肩走到湖畔，月光洒落水面，他取出一把短剑，眼神决绝。今生既然无法相守，不如……婉清的泪水倾泻而下，他握住他的手，点了点头。短剑闪烁着冷光，正要刺下，啊！婉清惊叫一声，整个人猛然从椅子上弹起。回到现实，眼前仍是烛火摇曳的偏殿，他浑身湿透，脸上满是泪痕。洪师傅收起法器，语气严肃，我已经提醒过你，关灵术不是游戏，你若执意继续，对身体不好，而且费用可不低。婉清双手颤抖，却死死咬住下唇，他脑海中依旧回荡出那句话，来世还要再当一对恋人，永不分开。胸口像被烈火烧灼，痛却无法停息。我一定要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。他抬起头，眼中带着泪光，却燃烧着近乎偏执的决心。关灵初体验婉清的心跳仍未平复，即便已回到现实，身边是烛光与香烟，他依然清晰地感受到那双眼睛深深烙印在灵魂里。洪师傅摇头，语气严肃，小姑娘，你这样的执念未必是好事。关灵术会让你看到前世，
但每一次消耗的都是精气，过多则损伤阳寿。再者，你真能承受前世的悲欢离合吗？婉清抿紧唇，没有回答。她的眼泪还没钱，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楚，她一定要知道更多。再次关灵1周后，婉清再度回到宫庙，这一次她独自一人，没有告诉灵姿。偏殿的烛火再次点燃，洪师傅看住她，叹了口气：既然你执意，那我就再替你开一次门，但记住，短时间内不能再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知道。婉清轻声答，眼神却无比坚定。随着咒语响起，她的意识再度下坠，进入那片朦胧的空间。出世的爱恋，她睁开眼，周围是一片热闹的古代街市，酒旗飘扬，小贩吆喝，孩童追逐。她穿着淡粉色长裙，手里拿着折扇，正漫步在人群之中。婉清，那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。她回过头，看到青衫如玉的男子逆光而来，他是萧逸尘，容貌俊朗，眼神里带着他熟悉的温柔。婉清心头一颤，喃喃道：真的是你。逸尘笑着握住他的手，带他穿过人群，来到城郊的桃林。粉色花瓣随风飘落，铺满地面。婉清抬头，看见枝头繁花如云，心中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安心。婉清，你可知，我愿一生只守护你。逸尘的声音低沉而笃定。婉清眼眶微热，下意识回应：可父母不允许，他们要我嫁入王府。逸尘的脸色沉下来，眼神中燃起一股决绝，若无法相守，那就用命来换一个来生的承诺。月下约定，夜幕降临，湖边水光潋滟，月色如银，两人并肩坐在湖畔，手指紧紧交缠。逸尘取出短剑，望着月亮，语气坚毅：婉清，若今生注定不能，那我们便殉情，以血为誓，来世不论身在何处，不论何种身份，定要再相遇。婉清眼泪滑落，却用力点头：我愿与你同去。他将手放在他的手背上，两人一同举起短剑。来世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永不分开。随着誓言响起，短剑闪烁着冷光，缓缓逼近心口。殉情就在那一刻，婉清的心脏狂跳，她感受到胸口传来冰冷的刺痛。逸尘、婉清，剑锋同时刺入两人胸膛，鲜血染红了衣襟。婉清眼前一片模糊，只觉得逸尘的手紧紧握住自己，即便失去力气也没有放开。血流淌入湖水，波光荡漾，将月影染红。婉清的意识渐渐消散，最后听见的是逸尘沙哑却坚定的声音：来世我一定会找到你。回到现实啊！婉清尖叫一声，猛然睁开眼，她浑身冷汗，心口仍隐隐作痛，双手颤抖地抓住衣襟，庞佛心脏真的被利刃穿透。洪师傅冷冷地看住他，收起法器：现在你该明白了吧？前世不是故事，而是真实的血与泪，这样的记忆你承受得起吗？婉清泪眼婆娑，声音颤抖：我想知道接下来呢？他真的还会再找到我吗？洪师傅摇头，语气沉重：一次观灵术至多能看到一段，想再看就得等一段时间，但你若沉迷其中，会被前世的执念缠住，无法自拔。婉清沉默不语，心中却燃起更深的渴望。前世他们已殉情，那么在下一世他们又会如何？他必须知道答案。代价与禁忌烛火渐渐熄灭，宫庙的偏殿里安静下来。林婉清的手依然紧紧抓着衣襟，胸口的痛楚虽已减轻，却残留着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她的呼吸颤抖，眼泪止不住的落下。洪师傅望着她，眼神既严肃又带着一丝怜悯：小姑娘，你现在应该懂了吧？他的声音低沉缓慢：观灵术不是随便看的，每一次入灵都是在割裂灵魂，把前世的记忆拉回到你身上。若是次数太多，你的精气神会受损，甚至怎样？婉清哽住声问。洪师傅的眼神一沉：魂魄不全，阳寿折损，轻则虚弱，重则再也醒不来。婉清浑身一震，她望住师傅，想开口却说不出话，脑海里只有一个声音不停回响：来世我一定会找到你。那句话如同刻进了灵魂，她无法忽视。洪师傅见她沉默，语气转为冷峻：还有，观灵术不是免费的，这一场你朋友替你付了香油钱，但往后若还要继续，每次都需加重供奉。这不是贪财，而是一世需要，没有足够的供奉，灵路不通。要多少？婉清脱口而出。洪师傅盯着他，淡淡道：一次2万元，往后若要更深入，费用只会增加。婉清瞳孔一缩，
2万元对一个还在大学念书、靠打工零用过活的他来说，简直是天价。可他没有退缩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婉清低声说，眼神却比任何时候都坚定。洪师傅长长叹息一声，不再多说，只挥手道：回去吧，短期内不要再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现实的挣扎夜里，婉清躺在宿舍的床上，窗外的雨点敲打着玻璃，她却翻来覆去，脑海中全是奕晨的脸，那句誓言，以及最后鲜血浸染的湖水。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些？她捂住脸，声音颤抖。然而另一个声音却在心底响起，你已经看见了，就不可能再逃避。他辗转难眠，直到清晨才在疲倦中迷迷糊糊睡去。白天的课程上，他心不在焉，连教授点名都没听到。朋友们笑闹，他却总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着一层雾。那份梦境般的爱恋，远比现实更真实。为了再一次2万元，这个数字在婉清脑海里挥之不去。他开始计算自己的打工收入，却发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存到。于是他咬咬牙，接下更多兼职、咖啡厅的工作之外，他又到便利商店报班，甚至帮人做家教。室友惊讶地问他：婉清，你最近怎么了？以前不是说打工太累，不想接太多吗？婉清笑了笑，避重就轻地回答：想多存点钱，买些东西。他不敢把真相告诉任何人，这件事太疯狂，别人只会觉得他中了邪。然而每当夜深人静，他闭上眼，就会想起奕晨最后握着他的手，带着血的笑容。他必须知道下一世的结局。命运的低语1个星期后，婉清把辛苦打工赚到的钱装进红包，悄悄再次走进宫庙。宫庙里依旧香烟缭绕，洪师傅见他出现，眉头狠狠一皱：你……婉清深深鞠躬，声音坚决：师傅，我想再看一次，这是供奉。洪师傅接过红包，沉默许久，才开口：你真是不听劝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再替你开一次灵门，但记住，这将比上次更深，也更危险。婉清闭上眼，心脏砰砰直跳。我准备好了。烛光再次亮起，咒语在殿内回响。婉清的意识渐渐飘远，黑暗中隐约有低语在呼唤她：婉清，婉清。声音既熟悉又陌生，像是来自前世，也像是来自未知的命运。她心中一震，猛然睁眼，眼前是一场新的记忆，再次回到古代。耳边的咒声低沉回荡，烛火摇曳，令婉清的意识彻底沉入黑暗。她感觉自己被什么力量猛地拉扯，胸口一痛，随即眼前一亮，殉情的终结。湖水悠悠，月色依旧，她看见自己与萧逸晨的身躯倒在湖畔，血流已凝固，两人紧握的手却依然没有分开。风起，桃花瓣纷纷坠落，附在二人冰冷的身上。婉清的灵魂漂浮在上空，带着无尽的悲凉，俯视着这具熟悉的躯壳。逸晨的魂魄也缓缓升起，与他并肩。他笑住伸手，轻轻抹去他眼角的泪痕。别怕，婉清，来世我们一定还会再见。婉清喉咙哽咽，泪如决堤。逸晨，两道魂影在夜风中渐渐模糊，随着一股冥冥力量牵引，投入无尽黑暗。新的生命再次睁眼时，婉清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座古色古香的书斋。窗外是朗朗读书声，阳光透过竹帘照进来，洒落在案上的笔墨纸砚。他低头看见自己穿着一袭洁白长裙，指尖沾着墨痕，这里是哪里？就在他困惑之际，门外传来一阵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：婉清，你又在抄书吗？成天躲在书斋里，真是无趣。婉清抬头，只见一名少年大步走进来，剑眉星目，笑容爽朗。他穿着青色如衫，手里还提着一串糖葫芦。那张脸，婉清心头一震，不是逸晨，但与他有几分相似。少年将糖葫芦递到他面前，眼神里闪着热切：给你，这可是我排了好久才买到的。婉清怔怔望住他，脑中浮现一个名字：赵文安。他知道这是他的第二世。青梅竹马不久，又有一人推门而入。那少年穿着墨色长衫，眉目清冷，气质却沉稳如山。他手里拿着一卷书，语气淡淡：文安，你别总是打扰婉清读书。文安不服气地瞪他一眼：程峰，你就知道装正经，婉清跟我比较开心，对不对？婉清的心猛地一颤，陆程峰。他灵魂深处响起一股熟悉的低鸣，虽然记忆混乱，但他知道这个名为程峰的少年将在他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。两人一动一静，一热一冷，就像命运早已安排好的对比。
婉清望住眼前的场景，心头涌起复杂的情绪。这一世，他竟与两人同时相识，成了青梅竹马。灵魂的回应，他的心脏砰砰直跳，耳边仿佛又响起一沉的声音：来世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婉清目光微颤，看向文安，又看向程风，到底哪一个才是那个前世殉情后誓言要再与他相守的人？他想开口，却发现声音卡在喉咙，意识开始动摇，像是被什么力量推回现实。不要，我还没看清楚。婉清心中呐喊，画面逐渐模糊，两个少年的身影渐渐远去。回到现实，可婉清猛然睁开眼，浑身颤抖，眼神惊惶。洪师傅端坐在不远处，冷冷地看住他：小姑娘，你已经看见了吧？前世的缘分并非只有一个人。婉清呼吸急促，胸口起伏剧烈，脑海里那两张少年的脸交错闪现，一个笑容灿烂，一个目光深沉。他颤声低语：为什么是两个人？洪师傅合眼，声音低沉：因为缘分未断，孽缘未清。婉清浑身一震，心里的困惑与恐惧像漩涡一样吞噬着他。如果前世的誓言是真的，那么究竟谁才是他命定的恋人？第二世的相遇令婉清的意识逐渐清晰，当他完全融入这一世的记忆时，已经能自然地以古代婉清的身份存在。这一世，他出身于江南书香世家，自幼聪慧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父母虽严格，但待他极好，希望他能嫁入门当户对的人家，延续家族荣耀。然而他的生活因为两个少年而多姿多彩。少年文安，婉清，快出来！院子里传来赵文安的呼喊声。婉清放下书卷，走到窗前，只见文安正拎着一篮新摘的桃子，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。这可是我冒着被老爹骂的风险偷摘的，快尝尝！他兴奋地把桃子塞到他手里。婉清无奈失笑：文安，你就不怕叔父发现揍你吗？文安一脸不在乎：哼，他揍我总比让你闷在屋子里好吧？你每天读书多无聊啊，还不如跟我去河边玩水。婉清摇摇头，心里却因他的直率感到一丝暖意。少年程风就在两人笑闹之际，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：文安，你少怂恿婉清胡闹。陆程风手里拿着竹简，缓步走进院子，他的身形修长，气质沉稳，眉宇间带着一丝凌厉，与文安的明朗形成鲜明对比。文安翻了个白眼：程风，你就知道说教，难怪婉清不爱理你。婉清忍不住笑出声：别闹了，你们俩每天都要吵一架吗？程风扫了文安一眼，语气冷淡：我是为他好。文安立刻回怼：哼，我才是真心让他开心的人。两人针锋相对，婉清夹在中间，既无奈又心头微颤，三人的羁绊。时光流转，三人一起长大，文安总是带着他爬墙、逛市集、买糖葫芦、放纸药，程风则会在他夜读时送上一盏灯，默默守在门外，直到他入睡才离开。他的生活被两股截然不同的温度包围，有时婉清会在文安的爽朗笑容中感受到无忧无虑的自在，有时又会在程风静默的注视里心跳加快，仿佛那目光能看穿他的灵魂。这样的日子像一场无声的拉锯，灵魂的悸动。某日黄昏，婉清独自站在河畔，看住夕阳倒映水面，心头忽然泛起强烈的疑惑：来世我一定会找到你。那句誓言再度在耳边响起，他心脏剧烈跳动，眼角余光不由自主地望向不远处的文安，随后又落到程风身上。两人正一左一右站在岸边，目光不约而同地望向他。那一瞬间，他几乎无法呼吸。到底谁才是那个在前世用生命与他立下誓言的人？伏笔夜里，婉清辗转难眠。他明白，第二世的自己终将面临一个选择：文安的热情似火，程风的深情如水。他的心如同被两股力量撕扯，而在关林的黑暗深处，一道声音若有若无地响起：选错了便是结束。婉清猛然一颤，浑身冰冷，选择文安。春日，江南细雨如丝，林婉清立于长廊下，凝望着院中盛放的梨花，白花飘落，宛若雪絮，轻轻落在他的掌心。他的心却乱如浮萍。文安的告白，婉清熟悉的声音从雨幕中传来。赵文安一手撑着油纸伞，快步走来，他衣衫被打湿，却满不在乎，眼里燃烧着迫切的光。你知道吗？他走到婉清面前，气喘吁吁：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就是你。婉清心口猛地一震，文安把伞往他头上挪了挪，
自己却任凭雨水淋落，眼神真挚。我不会让你被逼住嫁人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婉清，我要一辈子守护你。他握住她的手，掌心滚烫，婉清的唇颤了颤，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。这一刻，他彷佛看见前世的影子，那个在月光下紧握他手的男子，似乎重叠在文安的脸上。婉清眼眶泛红，泪水氤氲了眼前的景象。文安急切地追问：婉清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程峰的沉默就在此时。院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，陆程峰静静立在那里，手中仍握着竹简，雨水从屋檐滑落，他的身影孤冷如松柏。婉清与文安牵着的手，清楚地映入他的眼底。程峰眼神微颤，却只是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冷淡：婉清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该回书房休息。文安不耐烦地哼了一声：程峰，别装什么正经，婉清已经答应我了，她是我心上人。程峰的唇动了动，终究没有争辩，只静静转身，消失在雨幕里。婉清心头一痛，却又被文安坚定的笑容吸引，心动的选择夜里，婉清独自坐在灯下，望着岸上的桃花枝，心潮难平。程峰的沉默像一根细针，轻轻扎在心底，而文安的笑容却如火焰，驱散了他的孤寂与迷惘。他捂住胸口，喃喃低语：如果这就是命运，那么我愿意跟随这份热烈。隔日，婉清正式答应了文安。文安欣喜若狂，将她高高抱起，转了一圈：婉清，我会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人。他的笑声在院子里回荡，热烈而真挚。婉清脸颊绯红，心底却闪过一丝隐隐的不安。伏笔自此，文安与婉清形影不离。市集里，他牵着她的手买糖葫芦；河边，他背住她跨过石桥；花园里，他为她折下一枝最美的花，插在她的发间。他笑靥如花，他温柔似水。而程峰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，目光沉默，将所有情感深埋心底。他知道自己已经输了，可婉清不知这份热烈的幸福终将如同春雨般短暂而脆弱。命运的齿轮已在悄然转动，醉夜的背叛夏夜，蝉声嘈嘈，月光映照江南。林婉清与赵文安并肩走在石桥上，微风拂面，河水粼粼，街市的灯火渐渐熄去。婉清，等过几日我科举的重，就立刻上门提亲。文安笑住，语气里满是意气风发。婉清含羞低下头，轻声道：你啊，总是说的这么容易，考场之事哪里能保证？文安握住他的手，眼神炽热：为了你，我一定会成功。婉清心头一暖，脸上浮现笑意。这段日子，他的陪伴让他觉得这一世或许真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酒宴，然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。数日后，文安被几个同窗硬拉去酒楼。文安兄，今日大家为你壮行，来来来，务必多喝几杯。对啊，若不喝个痛快，怎能显出豪气？文安推辞不过，只得举杯。酒过三巡，他脸颊涨红，眼神迷离。同窗们相视一笑，悄悄使了个眼色。片刻后，一名妖娆的青楼女子款款而入，手里提着琵琶，笑容撩人。几位公子，听说有人要赴考，小女子特来献曲一首。众人哄笑，拍手叫好。文安醉眼朦胧，只觉眼前的女子如花似玉，纤腰一摆，酒意更盛。来，公子，且随我去后院歇息。女子娇声低唤，在酒意与戏弄下，文安跌跌撞撞地随她而去。心碎的夜夜深，婉清因担心文安，特意提着灯笼前来寻他。他穿过酒楼长廊，耳边传来隐约的笑语声。当他推开后院的门时，眼前一幕令他心头轰然炸开。文安醉倒在榻上，怀里搂着那名青楼女子。女子半褪罗衣，脸上带着胜利的笑。婉清手中的灯笼啪地掉落，烛火摇曳，泪水瞬间模糊了他的视线。文安，你……他的声音颤抖，几乎说不出话。女子冷笑一声，懒懒地靠在文安怀里。这位姑娘，你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。婉清浑身冰冷，胸口像被利刃刺穿。她无法相信，曾经誓言守护自己一生的男人，竟会这样背叛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她一步步后退，泪如雨下。中断。正当婉清想要冲上前，整个画面忽然剧烈震动。不！她尖叫一声，伸出手，却被无形的力量猛地拉扯。眼前的酒楼，文安，青楼女子，瞬间化为漆黑的虚空。下一刻，她猛然睁开眼，烛火摇曳，依旧是宫庙的偏殿。婉清浑身发抖，泪水还在脸颊滑落，心脏像要裂开一般。
为什么？在这个时候，他颤声低语。洪师傅合上法器，冷声道：够了，你已经看得太多，若再继续，必伤魂魄。不！婉清哭喊，泪眼通红，我一定要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。洪师傅沉声斥道：执念太重，便是结束。婉清愣在原地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心中却只有一个念头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他都要知道结局。迫切的执念夜深，宫庙外的风声凄厉，林婉清孤零零的站在石阶上，眼泪止不住的滑落，脑海里那一幕反复重播，文安醉倒在榻上，怀里是那个青楼女子，他的心像被无数利刃割裂，痛到无法呼吸。梦魇回到宿舍后，他浑身像被掏空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。室友问他怎么了，他只是苦笑摇头。夜里闭上眼，那画面又一次袭来，婉清梦见自己冲进酒楼，想要撕开那女子的手，却发现自己透明如烟，触碰不到任何东西。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他哭喊，可无人回应。梦境一次次重演，他几乎快要疯掉，现实失衡。隔天上课时，他浑身无力，眼神涣散，教授提问，他完全没听见。林子关切地拉他：婉清，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整天魂不守舍，还黑眼圈这么重。婉清勉强挤出笑容，我没事，就是打工太累。可实际上，他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清楚，不是累，而是前世的记忆像毒药般蚕食他的心智。他必须看到后续，否则他会被这种未知的痛彻底吞噬。再度拜访。数日后，婉清又踏入宫庙，洪师傅早已在殿内等他，见他走来，眉头紧锁。你果然还是来了。他的语气冰冷，我已警告过你，过度关灵会折损阳寿，你这样下去，不过20岁的身体，怕是30岁就要油尽灯枯。婉清脸色苍白，却咬紧牙关，师傅，请再让我看一次，求您了。洪师傅冷哼一声，抬手一挥，执念太重，便是魔障，你若再不回头，必有劫难。婉清浑身一颤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可他仍然跪下，重重磕头，我愿承担一切后果。殿内一片死寂，唯有烛火摇曳。洪师傅沉默良久，终于叹息，那便随你，但记住这一次，你看到的恐怕比前2次更残酷。拼命赚钱，然而供奉的金额又提高了，这一次要3万元。婉清看住自己所剩无几的积蓄，指尖颤抖，他开始疯狂地接更多班，咖啡厅、便利商店、补习班家教，甚至假日去当活动工读，连夜班也接。室友心疼地劝他，婉清，你这样会累坏的。婉清只是笑笑，眼底却闪烁着执拗的光，没事，我撑得住。他谁也不说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再踏入那扇灵门。决绝终于在一次领到工资后，他把钱装进红包，深夜再次来到宫庙。宫灯昏暗，洪师傅凝视着他，眼神里有着说不清的复杂。你的执念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。婉清抬起头，脸色苍白却带着坚定，师傅，请再替我开一次灵门，这一次不管后果如何，我都要看清真相。洪师傅闭上眼，长长叹息，既然如此，便随你吧。随着咒语响起，烛火剧烈摇曳，黑暗再次吞没婉清。他心脏砰砰直跳，耳边传来若有若无的低语，选择便是结束。婉清猛地睁开眼，眼前是他服毒前的那一刻，毒酒自尽。幽暗的房间，烛火摇曳，林婉清双手颤抖，盯着岸上一只青瓷酒盏，盏中液体透着淡淡的苦涩气味，仿佛能将所有希望都吞噬。他的眼泪早已流前，心却像被挖空般疼痛，脑海里一幕幕画面不断闪现。文安醉酒后搂着青楼女子的场景，那女子得意的冷笑，还有文安迷离中喃喃喊出的不是他的名字。婉清胸口像被重锤砸下，呼吸困难，绝望文安，他低声呢喃，声音颤抖，你明明说过会守护我一生。他紧紧抱住胸口，指尖深深掐入掌心，却怎么也止不住心底的裂缝。夜深人静，无人能听见他压抑的哭声，桌上的毒酒成了他最后的归宿。婉清双手颤抖，终于将酒盏端起，酒液苦涩，却在喉咙间灼烧。他的身体猛地一颤，泪水决堤而下。来世若真有来世，他颤声低语，眼前的世界渐渐模糊，愿再不要受这样的痛。灵魂化蝶。当他的身体缓缓倒下，烛火忽然剧烈摇曳，婉清感觉自己轻飘飘地离开了躯壳，低头望去，只见自己静静躺在榻上，面容苍白，眼角还挂着为钱的泪。
而他的灵魂化作一只透明的蝶，翅膀纤薄，闪烁着淡淡的光芒。蝶翼青山，他飞离了房间，飞过长廊，掠过花园，夜空下，星光与月色交织，仿佛在为他送行。他俯瞰人间，心中却是一片死寂。文安的愚昧。翌日，文安带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婉清的院落，他满心愧疚，想着如何解释昨夜的荒唐。婉清，我话未出口，却看见门外哭声一片，丫鬟们跪在地上，声泪俱下。小姐，小姐服毒了啊！文安如遭雷击，整个人呆立原地，随即疯狂冲进房间。当他看到榻上那张再无血色的脸，他的心瞬间崩塌。不，婉清，你不能丢下我！他跪在床边，声嘶力竭，泪水疯狂滑落，而化蝶的婉清静静盘旋在半空，冷冷俯视着这一幕。心死，他曾经相信他会守护自己一生，却换来如此结局。泪水再次在蝶翼上凝成露珠，随风坠落。文安，你辜负了我！蝶翼颤动，他缓缓飞出窗外，离开这个满是悲伤的地方。他知道自己再无牵挂，灵魂将随风而去，等待下一段轮回，目前的对决。细雨连绵，暮色沉沉，江南小镇外，一座新土上师的坟前，摆放着白色的菊花。陆成风身着素衣，静静跪在坟前，雨水与泪水交织在脸上，他的指尖紧紧抓着泥土，声音颤抖低沉。婉清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？他从小与他一同长大，默默守护他，却终究没有换来他的笑颜。如今他香消玉殒，连一句真心的倾诉都再无机会。乘风伏地痛哭，声音撕裂夜雨。文安的到来忽然，脚步声传来，赵文安浑身狼狈，脸色惨白，跌跌撞撞地走到墓前。婉清，婉清，他扑倒在坟前，失声痛哭，是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会。程风猛地抬起头，双眼赤红，你还有脸来？文安愣住，声音沙哑，程风，我只是喝醉了，一时糊涂，我真的爱他，爱他。程风冷笑，眼泪混着雨水流下，若真爱他，你怎么会背叛？若真爱他，他又怎会抱憾而终？文安浑身一震，无言以对，剑拔弩张。程风缓缓站起，拔出腰间的长剑，指向文安。他走了，我忍了，你毁了，我也忍了，但婉清死不瞑目，我必为他讨回公道。文安瞳孔一缩，声音颤抖，程风，你要做什么？要你的命！话音落下，剑光冷冽，雨水被剑气割裂，文安慌忙抽剑相迎，两人剑锋相击，火花四溅，雨水被震成无数细雾。坟前剑影翻飞，杀意纵横，宿命的决斗。程风剑法凌厉，招招逼命。文安醉意未醒，却被悔恨激起了疯狂的狠劲。我不想与你为敌，文安嘶吼，可若不活下去，我怎么赎罪？程风怒吼，你没有资格赎罪。两人眼神交错，满是疯狂与绝望。最终在一个惊心动魄的对拼中，两人同时被剑刃刺穿，鲜血飞溅，雨水被染成一片嫣红。两人同时跪倒在婉清的坟前，程风最后的目光凝在墓碑上，低声喃喃，婉清，至少我陪你走到最后。文安的眼泪与鲜血一同滑落，断断续续吐出声音，婉清，我错了。话音未落，他们的身影同时倒下，再无声息。灵魂的凝望夜空下，一只蝶轻轻停落在墓碑上，蝶翼颤抖，映照着冷冷的月光。婉清的灵魂静静注视着眼前的悲剧，他的心既痛又冷。这就是宿命吗？两个爱他的男子，一个背叛，一个隐忍，最终却双双葬身于他的坟前。蝶翼轻轻一扇，带起一缕凉风，仿佛是他最后的叹息，回归现实。啊！林婉清猛然惊醒，浑身颤抖，额头冷汗直流，他大口喘气，胸口起伏剧烈，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。眼前是熟悉的偏殿，烛火摇曳，香烟袅袅。洪师傅收起法器，神情凝重，够了，你已经看得太多。婉清颤抖着身体，泪水一颗颗坠落在膝头，他脑海中仍回荡住程风与文安倒在他墓前的画面，那鲜血与雨水交织的景象，宛如烙印般挥之不去。为什么要让我看见这些？他声音沙哑，几乎哭不成声。洪师傅长长叹息，前世的孽缘，不看也罢，你沉迷其中，只会自毁。这是最后一次，我不会再替你开灵门。婉清怔怔抬头，想要说什么，却发现嗓子前涩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
现实的折磨回到宿舍后，他整夜难以合眼，闭上眼，浮现的都是乘风伏地痛哭的身影，文安血染坟前的悔声，还有自己化蝶远去的孤寂。他用被子捂住头，却无法阻挡那些声音。婉清，婉清，我错了，至少我陪你走到最后。声声呼唤，像是从灵魂深处传来。第二天醒来时，眼睛肿得像桃子。灵姿见状，吓了一跳。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每天都在哭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婉清勉强挤出一抹笑，却苍白的可怕。没事，我只是做了个很长的梦。他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因为这已经超越常理。空洞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课堂上他无法集中精神，工作时他心不在焉，朋友们谈笑风生，他却总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。那两段前世的记忆像两道深深的伤痕，刻在他的灵魂上。他告诉自己已经结束了，该回到现实，好好生活。可当夜深人静，心底却空落落的，仿佛少了什么。他知道那不是幻觉，而是一段真实存在过的生命。命运未断某个黄昏，他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，无意间听到有人在背后呼唤婉清。他猛地回头，却什么人也没有，心脏咚的一跳，像是被某种力量牵引。他站在原地，久久无法平复。那一刻，他隐隐意识到，即便关灵结束了，前世的羁绊依然没有断开，命运还在暗中推动。意外的重逢，周末的阳光灿烂，台北天空难得没有阴霾。婉清，你整天闷在宿舍里不行了。林子一把拉住他的手，语气坚决，今天大家要去九份老街走走，你一定得来。婉清本想拒绝，但看到林子满脸担心，最终还是勉强点头。老街九份的石板路人潮汹涌，店铺林立，茶香、芋圆、鱼丸汤的香气交织，让整条街热闹非凡。婉清被朋友们簇拥住往前走，却始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她努力融入笑闹，却总有一种格格不入的疏离感。婉清，你要不要喝点爱玉冰？林子递来一杯冰凉饮料，婉清刚接过，忽然人群里一个背影闯入了她的视线。熟悉的身影，那是一名高大男子，穿着简单的白 T 和牛仔裤，却自带一股不容忽视的气质。他转过头的瞬间，婉清全身猛地一震。赵文安，不是，那是现实的一个陌生男子，可那张脸，那双眼，与他前世的文安一模一样。心脏狂跳，呼吸急促，他几乎站不稳。婉清，你怎么了？林子关切地扶住他。婉清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。就在这时，另一个声音低沉传来，第二个人，阿文，你又乱买零食了。婉清的心猛地一抽，说话的人身材修长，黑色衬衫随意穿住，眉目冷峻，眼神深沉。陆成风，虽然名字不同，虽然衣着现代，但那股冷静内敛的气息，他不会认错。两个人并肩站在摊位前，一个笑容爽朗，一个沉稳如山。婉清呆立在人群里，手中的爱玉冰啪嗒掉落在地，碎裂的声音在他耳边无比清晰。命运的悸动，两人似乎同时被声音吸引，转头望向婉清，四目相交的一瞬间，婉清呼吸完全停滞。他看见文安部，应该说现实的他，眼里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浮现出若有若无的笑意。而程风不，现实的他眼神则一瞬间沉了下来，像是在回忆什么，久久没有移开。婉清的手颤抖，心中响起一句熟悉的低语，来世我一定会找到你。他全身血液倒流，几乎快要晕过去。悬念，婉清，你在看什么？林子在身旁疑惑地问。婉清没有回答，他的眼中只有那两个身影。命运真的追随到今生了吗？他以为已经结束的前世孽缘，竟在此刻重新开始。人群嘈杂，夜色渐沉，九份的灯笼一盏盏亮起。婉清的心跳声却压过了一切喧嚣，熟悉的眼神，九份的夜色渐浓，红灯笼一盏盏点亮，映照着石板路。人潮依旧喧闹，却压不住林婉清心脏的狂跳。那两个人，一个笑容爽朗，眼神炙热，一个眉目冷峻，沉稳如山。无论名字是否改变，无论衣着是否现代，婉清都清楚地感觉到，他们就是前世的文安与程风。初次对话，同学，你还好吗？白 T 男子现世的文安率先走来，手里提着刚买的花生糖，笑容灿烂，语气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寻。婉清愣愣地看住他，脑海中闪过前世文安醉酒的画面，胸口一紧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
黑衬衫男子现世的程峰也走近一步，眼神微沉，语气低缓却直接。你刚刚看着我们发呆。婉清心头一震，慌乱的低下头。对不起，我只是觉得你们很眼熟。熟悉感白剃男子大笑一声，爽朗如当年的文安。哈，难怪，我也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程峰却没有笑，只是静静凝视着他，眼神深邃的像能穿透灵魂。婉清心脏急速跳动，那眼神太熟悉了，和前世目前那一幕重叠在一起。程峰跪在坟前，眼泪决绝，低喃住，至少我陪你走到最后。他猛地别过头，不敢再看林子的插话。林子这时跑了过来，笑嘻嘻地说，婉清，你在这里啊？啊，这两位是你的朋友吗？长得好帅哦。婉清急忙摇头，不认识。白剃男子挑眉，嘴角勾起笑意，现在不认识，以后就会认识了。程峰则只是微微颔首，眼神仍未从婉清身上移开，内心的矛盾。回程的车上，婉清坐在角落，双手紧紧攥着裙角，脑海里全是刚才的画面。是命运在重演吗？他颤抖住心想，他害怕，因为前世的结局太过残酷，但同时他心底又隐隐期待，或许这一世能有不同的结果。悬念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震动，一条陌生讯息跳了出来。你好，我是刚才的阿文，很高兴遇见你。婉清愣住，手指僵硬，紧接住又一条讯息弹出，我是陆枫，你有空聊聊吗？同一夜，来自两个男人的邀约同时落在他的身上，婉清的心脏剧烈跳动，整个人陷入了矛盾与恐惧之中。这一世，命运真的要重新上演吗？纠缠的宿命令婉清的手机荧幕在黑夜里闪烁，两条讯息并排显示，一个是阿文，语气直率，像火焰般热烈；另一个是陆枫，字句简短，却透着无声的深情。婉清盯着荧幕许久，心脏砰砰直跳，手指颤抖，却不知道该回哪一个。文案的热情。隔天，白剃男子阿文直接出现在校门口。婉清，他大声喊住，手里拎着一袋早餐，笑容灿烂。我猜你没吃早饭，就帮你带了。婉清愣了愣，脑海中浮现前世文安在雨中递来糖葫芦的画面，心口一阵悸动。谢谢，他小声回应，脸上浮起一抹红晕。阿文豪爽地笑了笑，不用跟我客气，我觉得你很特别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，缘分啊。婉清心头一震，手指紧紧攥着袋子，这句话他前世也听过。程枫的守候。同一天傍晚，他在图书馆门口意外看见陆枫，他安静地坐在角落，专心翻阅一本厚重的书，看到他时微微点头，眼神里带着沉稳与克制。你最近看起来很疲倦。他的声音低沉却温柔。婉清怔住，随即苦笑，是啊，可能课业太多吧。陆枫沉默片刻，从书包里取出一瓶蜂蜜柠檬水递给他，喝点，对身体好。婉清愣愣地接过，心中泛起一股熟悉的酸楚。这一幕何其相似前世他在夜里为他送灯，默默守护的模样。他喉咙微紧，差点脱口而出，程枫，新的拉扯夜里。婉清独自走在校园林荫道，一边是阿文的爽朗笑声，一边是陆枫的沉默眼神。他心里清楚，自己正被两股力量拉扯，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？还是命运将前世的孽缘强行带到今生？他害怕结局重演，却又无法抗拒那种熟悉的吸引力。火药味几天后，林子拉着婉清去参加一场聚会，不巧的是，阿文和陆枫都在。两人一见面，气氛瞬间冷凝。阿文笑容依旧，但语气带刺，陆枫，你也来了啊，真巧。陆枫淡淡回应，我被朋友拉来的。阿文挑眉，转身对婉清说，婉清，等会一起去夜市走走吧。陆枫却不动声色，眼神落在婉清身上，语气低缓却带着坚定，太晚了，不适合出去。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错，火花暗涌，婉清夹在中间，心脏狂跳，手心冒汗。他隐隐感觉到前世的对决，或许在今生仍将无法避免。未完的故事。夜色下，台北街头灯火璀璨，林婉清走在热闹的人潮中，却觉得自己心里像被拉扯成了两半。一边是阿文，总是大声笑着，眼神里满是热烈与坦率；一边是陆枫，沉默却坚定，眼神深处藏着他无法忽视的温柔。两种截然不同的温度缠绕着他，像命运设下的罗网，意外的邀请。婉清，今晚有个音乐会，
我想请你一起去。阿文笑住，手里还拿着2张票。婉清心口一跳，还未回答，陆枫的声音就传来，我这里有舒展的邀请票，你不是一直说想看吗？两人几乎同时伸出手，票纸在空中交错，婉清愣在原地，心脏砰砰直跳。朋友们察觉到气氛异样，纷纷笑着打趣，婉清，你真受欢迎啊！2个帅哥同时邀约。婉清脸颊烫热，却说不出话。熟悉的重叠，阿文眼里闪过一丝不服输，语气强势，婉清，跟我走吧，我保证让你开心。陆枫却淡淡的说，你不必急住回答，我会一直在这里。2种话语像是前世的重叠，他脑海中闪过前世的画面，文安笑着为他递来糖葫芦，程峰静静守在灯下为他照亮黑夜，还有那个雨夜的坟前，2人鲜血染红的身影。婉清心口抽痛，手指颤抖，难道前世的宿命真的要在今生重演吗？命运的低语夜风拂过，耳边似乎响起若有若无的声音，婉清，来生永不分开。他猛地抬头望向眼前的2人，阿文的笑容炽烈，程峰的眼神深沉，他们同时望住他，眼神里都有一种熟悉的让人颤抖的情感。婉清呼吸急促，手心冒汗，感觉自己站在悬崖边，未完的故事。他张了张嘴，却没能说出答案。灯光将他的身影拉长，2个男人分立左右，静静等待。空气凝固，心脏的跳动声在胸腔里回荡。婉清忽然意识到，无论选择谁，这段宿命都不会轻易结束。前世的誓言，如今仍在他心底回荡，来世还要再当一对恋人，永不分开。他闭上眼，深深吸气，当再度睁开时，眼眶里盈满泪光，故事仍未结束。